这个世界所有人都要投掷一个骰子，每个人根据点数获取到强大的武器，而我则是利用骰子得到了足以比肩神明的绝对力量，摇到了神级装备恶魔拉普拉斯的魔法书，让我在这场游戏中有了反杀神的机会。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神级装备却让我彻底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原本的我只是一普通大学的高中生，可是这天在我的面前却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光芒，而这道光芒很快的就扩散到了城镇的每一处角落。只是眨眼之间，这座城市就被一个高台一直冲向了云霄。见此一幕的人慌乱无比，他们根本就无法用科学来解释出面前发生的一切。这时，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状态窗，根据状态窗口的提示，它让我们立即投掷手上的骰子。此时的我还有些摸不着头脑。就在我准备细细研究的时候，一旁的女人一指天空，让我们看天上。在我们的上空有一个骰子掉落而下，砸在了这个城市的保护屏障上，而那个头子上面赫然显示的是3号，公道上显示8号柱子往前移动3格。随后我们这根柱子的城市就在原来的地方往前移动了3格，这让我瞬间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肯定是被某种力量带走玩了一个游戏。但让我心惊的是，我们并不是玩游戏的玩家，而是游戏中的棋子，就像是手游中的被玩家操控的物种。就在这时，通知再次出现，玩家已经达到一个防御空间，请投掷骰子设置难度和防御时间。伴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又有一个骰子砸在了防御屏障上，点数为1，就意味着难度等级是1级。砰的一声，又有一个3点的点数落了下来，意味着防御时间为3天。同一时间，在城市旁边又升起一个类似地图的空间柱子，2个柱子合并之后就取消了一个隔阂屏障。现在游戏马上开始，玩家的防御时间是3天，地图上面标注了4个地点，如果4个地点都被攻破的话，视为游戏防御失败，而身在游戏中的棋子都会迎接死亡。听到这里，所有人都慌了，不断的吵着要赶紧回到下面去。这时我摘下了耳机，我觉得没有做那些不必要的吵闹，身为棋子根本就没有沟通的资格，唯一要做的就是时刻的盯着通告面板上的信息。此时每个人的通知面板上都出现了一个100点的骰子，每个点数的装备也不一样，最高就是100点的神话级装备。就在我犹豫要不要现在就投骰子的时候，突然在我们的前方出现了游戏中才会出现的怪物，这让我来不及有多余的时间思考，唯一的念头就是转身赶紧逃跑。下一刻，一场实力悬殊的追逐战就此展开。嗖的一声，一个手持木棍的哥布林闪现到了我的身后，哥布林一棍甩出，直接将我的身体都击飞了出去。在这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类是要被需要的存在，因为玩家需要人类保护棋子，而这棋子就是我们所在的城市。现在的我们就是被神明当作游戏中一个玩具而已。就在这时，一个女人从哥布林的身后飞了过来，在那一瞬间，一道火球龙卷风在我的面前冲天而起，2只哥布林在这个爆炸中火焰烧成了灰烬。众人不可思议地看了过去，这个女人宛如烈焰女神般降临，来人是闵慧珠，是等级1的普通市民。闵慧珠大手一招，所有人都立刻投掷手中的骰子跟她一起厮杀。于是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向了手中的骰子，难不成这个东西可以让自己变强吗？下一刻，他们没有质疑的立刻投掷自己的骰子，而投掷出的骰子就化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所有人都模仿着闵慧珠的动作，身体也慢慢的适应了战斗。这一刻，之前过着平凡生活的人类开始又和怪物厮杀了起来。然而结局还是很惨烈的，已经有数百名普通人战死，但是活下来的人无一例外的都成为了主导战局的英雄。另一边的我，由于被刚才哥布林砸中的脑部丧失的意识，本来在我手上的骰子也被我无力的松手掉了下去。巧合的是，这面骰子定格的点数竟然是100点，而我得到的就是魔王主权克拉希纳的神话书。它的特点是只允许主人查看书的内容，并且得知所有的隐藏信息和全能。这本书有一个被动技能，那就是利用这本书得到的所有一切奖励都会回归到主人的账户上。经过闵慧珠的带领下，很多人都撑过了这第一波的攻击。这时他们的身后出现了一辆军用的大卡车，他们是部队的军人，他们一下车就让受伤的人全部上车，所有人将会被移送到安全区。摸头等级是普通市民，他的武器是赫尔丁的头盔。李慧珍询问他第一波战斗结束了后面该怎么做，不过摸头也不知道怎么做。现在不管是通话还是通讯全部都被切断了，只能先聚集群众再说。他让闵慧珍跟上来，先去安全区之后再做商量。就在此时，我大喊的声音传到了他们的耳中，我飞快地阅读着手中的书内容。现在是第一波战斗虽然结束了，但还没到真正结束的时候。我紧紧地盯着他们的眼神，祈求他们相信我的话，因为第二波将会有 BOSS 来袭。我飞快地翻阅书中的内容，我手上的这本书记录着整个防御战的所有信息，以及怪物的数量，什么时候攻打上面都有记录。见到他们不相信，我直接将书摊给他们自己看，可他们看到的竟然只是白纸一张，书上面什么内容都没有。闵慧珍叹了一口气，都这个时候了，竟然还有疯子过来找他们寻开心。不过身为当过部队的指挥者的摸头感觉到了我的不寻常，他并不觉得我在拿他们
们开玩笑。不过以防万一，他还是让我说出书的信息，比如他的头盔的作用。我查看了一下，他的头盔是一个英雄级别的头盔，是一个6件套中的一个。而闵惠珍的武器是一个龙牙尖枪，是一个传说级别的英雄级武器，可以利用武器喷发出火焰。李慧珍见状大吃一惊，没想到我竟然能说出他的武器特性以及名称。我的话音戛然而止，他们两人也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证明那本书真的有记载所有内容信息。想到这里，摸头知道 BOSS 可能就要来袭了，他立刻联系了总部，他要将我的能力全部报告给总部再来断夺。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呆呆地看着下方，他的嘴中说到这个游戏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所以游戏的设定者才将他关押了起来。如果他能走出这里的话，那么游戏对他来说简直不攻而破。过了2个半时辰后，摸头对我说到他已经得到了总部的许可，所以他们决定赌一下，那就是将所有的指挥权全部交在我的手里。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的性命全部都在我的手里。如果我发挥失常的话，可能会导致很多人死亡，但即便如此，摸头还是愿意将这个指挥权交在了我的手上。我毅然决然地接过了指挥权，并且测试耳中的耳麦，我的声音在整个城市中响起。现在由我来指导整个战局，所有人都将要听从我的指挥。这是一项防御任务，我们需要保护基地免受每6个小时来一次的怪物的袭击。在每一波袭击的末尾都会出现一个 BOSS 级别的怪物，它不仅战力恐怖，还能使用远程魔法。所以如果我们每天保护基地4次，3天内保护12次打败波 BOSS， 我们就赢了。而我掌握了这次任务的所有信息，如果我们利用这些信息并一起制定战略，就能防御住这次的攻击。我让他们都要听我的指令撑过这次难关，然后我们再去寻找回到地球的方法。闵惠珍看着我的身体陷入了沉思，这个家伙现在的压力真大，因为城市里的所有人的性命都压在了他的身上。我的话说完后长吸了一口气，那么接下来所有人都要听从我的指挥准备战斗吧。但其实这次的行动也让我无比的后悔，觉醒的时候我就应该再仔细检查一下我手中的道具的。我不知道的是，这本魔法书的恶魔已经开始记录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名字，闵惠珍和摸头的名字率先写在了这本书的内部空间。随着我的指挥，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听从了我的行动，而那些人的名字全都无一例外的被记录在了内部空间。这本书的被动特性就是凡是听到与这本书相关的信息，以及不管是谣言还是无意中听到的，那么所有的任务奖励都会被归纳到我的身上。但此刻的所有人都不会知道自己都是在帮我打白工，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很快，这个城市里90%的人民全部都被记录了下来。第2波的防御战 BOSS 终于开始了进攻，我指挥着摸头一定要朝着怪物的眼睛去打，这样的话可以打出暴击的伤害。我对着一旁的闵惠珍说道，一会你就上前攻击，使出龙牙枪的属性之力。闵惠珍收到我的指令后，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在飞出去的同时，她的龙牙枪上释放出无尽的火焰之地，凤了一张落下，直接将 BOSS 给拦腰斩断。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头发都变黄了，他似乎是觉醒了2次力量。闵惠珍觉醒了之后，他感觉自己的实力至少提升了半个档次。我竖起大拇指赞了一声，这样一来的话，第1波战争算是彻底的结束了。殊不知这背后的一切，拉普拉斯恶魔书都在记录着所有任务的奖励。恶魔的主权注定将所有参战的这些奖励私吞为有，总计下来有193256个人被记录其中。在这1天之内，将会有超过17万人的奖励全部被拉普拉斯给没收。这一切的我还不知情，依旧沉浸在大胜的喜悦之中。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次的指挥会让我无比的后悔。这次的游戏非常的简单理解，人类要做的是防御城市，而怪物要做的是攻略城市。又一次的攻防战开始了拉锯，我不断的在书中指挥着人们战斗，就是现在释放你们的能力。轰的一声，埋伏在城市上空的人不断的在发射自己的武器。在第1波攻击结束后，进入冷却的时间，第2波人紧接着使用远程继续攻击。怪物被我们这些人之间的配合打得残破不堪，完全就是被碾压着打。由于他们只是一些1级的怪物，所以智力和战力都不是很高，我们很轻松的拿下了第2波的战斗胜利。那群怪物见状也只能仓皇而逃，但是怪物的所有动向都记录在我的魔法书中，就安排了人员在前方堵截的这群怪物。嗖嗖几声，怪物的头颅就像是被割韭菜一样被收割着生命。人类这一方在有了我的指挥下战斗的无比轻松，就连伤亡都是很少出现的存在。我暗赞一声，现在的局势对我们有利，我只需要维持人员的充足就可以了。而我的恶魔书也是实时的更新着，只要稍有一些变化，那么就会瞬间更新所有内容信息。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人性化的设置，那就是我心中所想的内容，只要我翻到下一页就会自动显示出来。所以只要我有了这本书，那么战斗的话，基本上防御就是很简单的事情。我还在不断的指挥着所有人战斗，
砰砰几声，又有一只哥布林怪物被摸头给解决了。摸头吩咐手下将这边的战局汇报给总部。起初他还在担心将指挥权交给我之后会发生意外的事情，但现在看来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很好的利用了魔法书的内容信息将局势给逆转了。摸头看着我的方向陷入了沉思，如果我的心中产生了邪念的话，那么将无人能制裁我，因为我手上拥有无所不知的全能书，所以他希望我永远不要站在人类的对立面。随后摸头就找到了我们，他跟我说目前所有的小怪全部已经被解决，现在就只剩下一个 BOSS 了。不过对于这点我早就有了对策，先去把闵惠珍一起带上车准备离开这。于是还在睡梦中的闵惠珍就这样被我们拖到了车上，她朦胧的睁眼才发现自己现在处于的现状，在闵惠珍的面前有一个巨大的石怪正脸盯着她，这个情况把她吓了一跳，自己只是睡了一觉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砰的一声，摸头立刻拔出了一个闪光弹砸了过去，受到刺激的怪物不断的在地上疯狂的砸拳，我让闵惠珍赶紧进入战斗状态，我们必须要将怪物引到郊外，不然的话城市就会被毁灭。令我们欣慰的是，这个怪物的行动非常的缓慢，所以我们3个人中的闵惠珍的进攻是足以将他给毁灭的。闵惠珍听到我的话吓了一大跳，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么大的怪物？我让他不要慌张，既然我在这里，那么就不会发生不好的局面。于是闵惠珍二话不说，提着武器就上去干了起来。他询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才好。我翻阅着恶魔书的信息，在一个英雄级以上的物品中会有一个隐藏特征，只要满足3个条件就可以改变武器的形态。现在只差一个条件了，所以闵惠珍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满足最后一个特征。说到这里，我邪魅一笑，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了，至于敢不敢做，那就只能看你自己了。此时的闵惠珍口中大骂一声：“你这个方法真是有够疯狂的！”眼看巨人的怪物就要将手伸向了闵惠珍，就在此时，闵惠珍高高的举起了自己的武器，扑哧一声，闵惠珍直接将长枪贯穿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面。最终，他还是选择相信了我的话。与此同时，怪物的手臂也砸了下来。摸头有些对闵惠珍的安危担心，我让他放心吧，闵惠珍不会有事的。正如我所说的那样，闵惠珍的周围亮起了道道红光，一道红色的巨龙虚影豁然从闵惠珍的身上出现。现在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那么闵惠珍的武器也将迎来变化。这一刻把摸头直接吓傻在了原地，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前方。闵惠珍的新一个技能是召唤火龙的火焰，这个技能每个任务只可以触发一次。轰的一声，伴随着火龙的巨嘴落下之后，现场的土地直接粉碎殆尽。紧接着的是一道巨大的圆形爆炸忽然产生。这时摸头也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难怪我不让他们在城市里面战斗，如果这个技能发生在城市里面的话，可能就会直接将城市都覆灭了。闵惠珍这是呵呵一笑，他感谢我在这场战斗中激发出来的第一个隐藏技能。我的这本拉普拉斯的恶魔书果然比所有人的武器都要厉害。我让一旁的摸头不要发呆了，接下来准备回去吧。下一刻我们的身影就被传送回到了城市之中，因为任务结束了，所以在外城的人都会被传送过来。我的这次主导带领了所有人走向了胜利，他们不断的在为我欢呼。接下来所有人的系统面板上都统计出的奖励，就像是游戏一样，干掉的 BOSS 就开始结算。与此同时，所有人的面板上都开通了商城武器库，并且还有仓库等等一切的窗口通道，这让他们一喜，这下可以在商城里面购买治疗药水疗伤了。在城市的医护室内，护士大喊着让所有人自行购买治疗药水，这样可以让自己的断肢可以重生。我呵呵一笑，现在的话就算所有人受了重伤都没有关系，因为治疗药水都可以让自己的伤势恢复如初。我也打开自己的系统面板上看了一下自己的奖励积分，但看到的结果却让我的表情一愣，同时还有摸头和闵惠珍的表情也僵在了那里，因为在他们的面板上显示的是0积分，因为受到主权的影响，所有人的奖励都被取走了，这样有些人都快要抓狂了，现在是快要死人的时候了。没想到自己的积分竟然还被人抢走了。闵惠珍这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急切地询问我这一切是发生了什么吗？但是对此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系统的界面通道解释了牺牲的主权，它的意思是牺牲了10%的市民奖励将加倍，牺牲了20%的公民奖励将增至2倍，牺牲90%的市民奖励将增加100倍。所有人的系统面板上都叮的一声传出了提示，第3名是摸头312分，第2名是闵惠珍1402分，而我则是排在第1名，我的积分是9亿9000多万积分。这一刻，所有人的眼神都看向了我的方向，但是他们的目光却又显得无比的愤怒，因为我抢走了他们的所有积分。这下子所有人直接暴走了，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积分，而我们的积分全是0？我赶紧解释，看来事实是我抢走了你们的积分，但是我自己也并不知道我的技能书会强制抢走你们的积分啊。摸头让我先冷静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治疗伤者，你赶紧分出你的积分赠送出去。按照摸头的推测，得到的积分应该是可以赠送的，所以他告诉我，只有送出积分才能平息大家的愤怒。听到这里，我赶忙照做，似乎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因为魔王
狂的垄断我根本无法赠送自己的积分，于是我疯狂的购买治疗药水，想赠送给需要的人，但还是赠送不出去。这把我气得直接把魔法书给扔在了地上。什么狗屁被动技能这么恶心！砰的一声，闵惠珍的武器不断的打在了魔法书上。我想着现在把魔法书毁掉之后，应该就可以赠送积分了。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魔法术竟然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了我的身旁。这一刻，摸头的眼神冷到了极点，这下子完蛋了，恐怕他要成为众矢之的了。此刻已经有人在大喊着急需10积分救他的大哥，他只需要10积分，多的不要。这一刻，城市中不断的响起了咒骂声。崔玉那个家伙肯定知道这个魔法书的被动技能，他肯定是要诓骗我们的积分为他干活。摸头看着眼前的情景有些无奈，现在由于我吞掉了别人的积分，导致别人无法治疗伤势，现在的伤亡人数已经在不断的飙升了。我再次的打开了魔法书，想要看看有没有应对之策，但下一刻我的动作戛然而止，因为在我的脑后已经顶着一把枪管。摸头在第一时间已经将我视为了敌人。摸头的口中说道：“崔玉先生，你现在只能以死谢罪了。”这让我心中有些悲凉，难不成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吗？我本来还想说些什么的，但是却被摸头给制止住了。现在的你什么也不要说，你已经被我以欺骗的罪名给逮捕了。有什么话的话，等我回去再说。后方的人群看到我被枪管抵住了脑袋，不断的在催促摸头开枪干掉。就在摸头要将我逮捕离开的时候，他在我的耳边轻声低语了几句：“崔玉先生，你赶紧走，现在来说是对你最好的方法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这个原因的问题。”这让我的瞳孔更大，原来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逮捕我。随后我立刻转身在我的面板上不断的购买了敏捷的属性，嗖的一声，我直接瞬间消失离开了原地，这让那些人更加愤怒了。他真是一坨狗屎，竟然还逃跑了。所有人的系统面板上再次出现了提示，下一个防御战将会在24小时之后开启。这样在场的人直接崩溃，他们都还没有恢复自己的伤势，竟然要在这么短的时间进入内备战状态。摸头见状后，开头赶紧让所有人先进入安全区再说。我有闵惠珍呆呆的站在原地看着我消失的背影，他选择相信我的话，他觉得我并不知道我可以吞噬掉别人的积分。此刻的安全区处有人开始布局，想要继续战斗的人往左边走，想要离开的人往右边走。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发现了崔玉的身影，请马上离开他。如果是见到了我的身影时，一定要第一时间捂住自己的耳朵，不要听清楚我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我说的每一句话将会吞掉他们所有战斗而来的积分。而此时的我正躲在一个角落，心中焦急的想着怎么应对这次的办法。摸头作为这次的主力军得到了非常多的特权，开始进入了布战局指导。闵惠珍在这次的战斗中并没有受什么伤害，并且他还得到了1000多的积分。他此时还在无时无刻的锻炼。很快第二次的战斗开始了，玩家投掷出的色子5点，随着玩家的点数落下，8号的城市柱台就往前走了5格。巧合的是，玩家的防御天数也5天。这次的任务是破坏3根柱子，如果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那么魔王就会被召唤出来。忽然间，在城市中的某处角落呈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柱子，而这个柱子的难度是1。这第一根柱子的怪物是堕落的天使，是游荡在人间的恶魔。第二根柱子出现的怪物是疯狂的大脑，他的性格是不能停止创作，时间越久创作的东西就越好。第二根柱子的难度同样是等级1，但是第三根柱子的出现却让摸头和闵惠珍一愣，因为第三根柱子的难度是3级，守护柱子的则是一位精通剑术的大师。所有人要在5天之内毁掉这3根柱子，不然全部都得要死。这时我躺在城市的一个角落上，我的嘴中露出了戏谑之意。这关的方法我已经全部知道了。此时的摸头也准备加入战场，然后他回头一看，竟然发现闵惠珍已经消失不见，这让摸头感觉到无比的头大。之前那完美制度的配合在我离开的一瞬间全部崩塌。与此同时，闵惠珍已经独自一人来到了第30柱的下方。闵惠珍几乎是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里，他必须要在其他人来到之前将这个第30柱的人给他干掉。第30柱的下方有一个武士就坐在那里，他身上爆发的气势让人不寒而栗。在这一瞬间，闵惠珍的身影动了，一枪刺出，直取对方的咽喉所处。但是没想到武士的实力非常强大，仅仅随手一刀就挡住了闵惠珍的全力一击。武士的手臂随手一挥，竟直接将他的整个身体给旋转出去。紧接着武士的刀快速落下，径直的劈了过去。闵惠珍在这一刻脑海中犹如走马观灯，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死亡。唰的一声，那道剑气直接将闵惠珍的身后劈成了2半。武士的眼眸一抬，刚才那一击并没有杀掉闵惠珍，因为我的到来直接将处于危险中的闵惠珍给救了下来。闵惠珍一脸惊讶，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一拍他的肩膀，赶紧回去吧，至于这里交给我就行了。还有一点，你一定要记得跟别人说，我现在就在这个第30柱的下面，让他们不要过来，不然谁要是过来了，被我的技能书被动吞掉了积分的话，可不能怪我。我已经研究过了，被我吞掉的积分是无法用任何手段还给他们。此时我打开了系统商城，购买了装备。我先是购买恶属性，因为我要将所有
有的能力是全部买到底，我要让我的力量一口气提升到最大。这时所有人的系统面板上都传到信息，他们看着我不断提升的力量就感到愤怒，因为我用的都是他们所有人的积分购买的能力值。摸头看到此处后无奈一笑，这下子我是彻底的引发的众怒了。此时我在装备了诸多的属性点之后，我的实力得到了一个飞跃式的提升，我的传说级英雄装备更是高达142件，英雄级装备有1000多件。一瞬间，一道道的武器漂浮在我的面前，任我选择。这一幕直接把一旁的敏慧真给看呆了，不愧是有钱人啊，就是这么任性。武士看后呵呵一笑，看来这次是来了一个不得了的家伙。现在的我身上也发生了蜕变，让人一看就不好惹。既然我无法改变吞掉他们积分的事实，那么就用这些积分来守护他们。面前的3个石柱就由我来解决掉，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减轻我的一些罪恶感。面前的武士笑意更深，当他面临强大的敌人时，他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同时这也是他一个认真对战的表现。我猛地蹲下身子，脚上的鞋子发出了嗡嗡的摩擦声。不好意思了，这位武士，我没有时间陪你闲聊。这个鞋子是英雄级别的一个装备，能够让使用者飞行在空中。砰的一声，我一跃而起，飞向了天空。我让武士坐在这里等着我回来，这让闵慧珍一脸的懵，难不成他就这样走掉了？随后武士也非常的听话，收起自己的杀意，就坐在石柱下方等我回来。这让闵慧珍更加的摸不着头脑了，这个武士究竟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么听话？武士只是呵呵一笑，根本没有搭理闵慧珍，因为强者之间的对决只会让他期待。嗖嗖几声，我的身影在大楼之间不断的在飞窜。我知道这3个守护者的设定，只要人类不主动攻击他们，就不会攻击人类，就算站在他们面前，他也不会出手的。而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等级的1号石柱守护者。来到这里以后，我瞬间一脚踢在了1号守护者的大脸上。我呵呵一笑，就先拿你来开刀吧。在1号石柱的下方，有很多人看到了我的身影，他们顿时就怒目圆睁，想要杀掉我。但是我接下来的操作却让他们为之一愣，因为我手中的长剑已经将1号石柱给摧毁了。我的身影没做停留，继续将1号守护者视为自己的斩杀目标。我在魔法书中了解到了一些事情，那就是一个收入都会有一个特性，一旦让他们完成了解锁的方式，就会解锁特性。比如眼前的这个1号石柱守护者，如果杀满了100个人，那么他就会变成堕落的天使，会变得比之前更加的厉害数倍不止。我一剑斩下，将堕落天使的翅膀直接斩碎，但是我并不打算将他给杀死，而是将堕落天使留给摸头。堕落天使的身体一落而下，我也追在后面抓了过去。我想要的是堕落天使头上的武器。与此同时的摸头也正在往1号柱子赶过去，他的心中有些狐疑，我究竟是找不到方法将积分还回去，还是根本就不想还回去？不过从我之前的表现来看，我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恶人。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如果我的心中产生了邪念，那么整个城市的人都在将脱离不了我的统治。同一时间，闵慧珍的身法速度开到了极致，也在往1号柱方向跑。只听轰隆一声，刚才的堕落天使正好砸中了摸头行驶的车辆旁，巨大的爆炸乱流直接把装甲车都给掀翻了。不过好在摸头和他的士兵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与此同时，我也将堕落天使身上的装备给取了下来。第一，我的心中有些得意，这个装备可是花钱都买不到的。我打开系统面板设置，将抢夺来的武器变成我的道具。摸头的身影朝我走了过来，他在这里见到我非常的惊讶，询问我是不是已经将第10柱的守护者给击败了。对此我只是呵呵一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不能透露他任何的信息。嗖的一声，我再次消失在了原地，只留摸头站在了当场。摸头看着我离开的身影陷入了沉思，他不说话的话应该是因为牺牲的主权这个被动技能，看来他的心还是向往人类的。这时手下颤颤巍巍的指着前方，摸头让他通知总部，1号柱的守护者已经被我给击败了。但结果却是出乎了摸头的意料之外，因为1号守护者根本就还没有死，甚至因为被我取下了光环和翅膀，导致1号柱的守护者解锁了另一个特性，堕落天使解锁成为腐败的天使，他将会变成另一个人，然后他就在摸头的面前变成了一个怪物，被上帝所唾弃的怪物。摸头暗骂一声，这个糟糕的军旅生涯真是过够了。于是他眼神一瞥，让自己的手下赶紧离开这里。随后他举起枪就对着面前的怪物一顿的突，怪物顶着压力的炮火爬到了建筑上。摸头现在很好奇，为什么我刚才没有把怪物直接杀死，反而留给他们。嗖的一声，怪物的身影突然消失在了大楼上。怪物落下的同时，他的手臂也动了，一爪子挥下，将地面划成2半。摸头带来的几个人直接转身就逃，以他们的实力根本就不是怪物的对手。看着自己的手下不断的在喊妈妈，也是让摸头感到了无力至极。随后他一咬牙豁出去干了，转身就将自己的机枪装满了子弹，不断的对着怪物的脸爆发火力。摸头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必须要在支援赶到之前将怪物给引开，不然的话会有很多人会受伤。可没想到怪物一个飞扑就追上了奔跑中的摸头，这让摸头的心中无比的大惊，看样子今天是要死在这里了。在这一刻，他的脑海中宛如走马观灯映照着他曾经过往的一切。
切。扑哧一声，怪物的巨大手掌直接将摸头给拍死了。可怜的摸头只是在第二个防御战中就丧失了生命。摸头的死让我呵呵一笑，看样子不用他出手也算是干掉一个了。只见在怪物的手掌之下冒着一团团的绿光，接着来到六光更加的刺眼夺目，直接弹开了怪物的手掌。系统界面通告：赫尔丁的头盔已经激活隐藏技能满足的条件。摸头的第二个隐藏技能激活条件是被一个黑暗或者腐败的怪物击中脑部，而他的第二个技能是赫尔丁的幽灵，摸头将会被幽灵执掌身体。摸头此刻的状态是可以坚持10分钟的，并且所有的神性技能以及攻击全部得到了10倍的增加。面前的怪物大惊失色，好奇为什么被他拍死的人又活了过来，并且摸头的技能是可以和自己的手下同步的。现在的几个人满眼都是充斥着战意，我看着下方的几个人都有些瑟瑟发抖，这股战意我看着都有点害怕，如果打起来说不定我会被打死。摸头在之前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各种部队兵，在这种时候像摸头这样冷静的观察者是非常有必要存在的。摸头的冷静理性甚至可以主导着某些战局。轰轰几声，摸头和他的手下不断的对着怪物发起攻击。摸头大喊一声，所有人都给我拼死冲杀！听到命令后，其中一个士兵举着枪托就砸了过去，而其他人也是一样的操作，他们似乎是忘记了身体的疼痛，眼中只有充斥着无尽的战意。扑哧一声，摸头用左手上的长杆狠狠地戳向了怪物的眼睛。仅仅过了2分半的时间，面前的2星等级的怪物就被摸头和他的手下给干掉了。局势在此刻瞬间发生了逆转。公告提示：摸头已经击倒了腐败兽守护者的第一个柱子。我呵呵一笑，看来我的决定是对的，既能让摸头觉醒隐藏技能，还能让他消灭的怪物。这样一来的话，摸头几个人攻略了怪物，那么可以获得相当高的积分。我的眼神往下一瞥，就是下方的人说到我的计划妙不妙？下方的武士一脸呆滞，他虽然能听懂我的话，但是无法做出回应。虽然不能说话有点太令人沮丧了，不过我很高兴他在听。另一边的闵惠珍也在努力干掉第二柱子的守护者。嗖嗖几枪落下之后，第二柱子的守护者创造出来的机器全部被他一枪损坏。闵惠珍在接到救援电话后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第二个柱子处，但是他在这里已经战斗了很长时间，可依旧是无法接近守护者的身体，因为在他的面前有着数之不尽的机器兵。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创造出来的骑士兵会跟随着时间而不断升级，所以他需要在守护者变得更危险之前给他一个致命的技能。闵惠珍扭头对着身后的人怒喊一声：大家赶紧撤离，我要使出我的必杀技了。但是跟他一起来的几个人根本就不想撤离，因为他们也需要积分，他们也是有苦难言，因为如果没有积分的话，他们就无法救自己的家人。此时有2个远程射手想要突袭第二柱子守护者，但是守护者的脖子诡异的90度扭转看向他们，这把2人吓得一惊，下一刻也不等他们反应，守护者的激光已经朝着他们发射过来。好在闵惠珍及时的救场，一刀切割的激光，这股能量让闵惠真的有些心惊，他自己都快要坚持不住了。只听轰隆一声，在第二守护者的面前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声。闵惠珍在刚才凭借着一己之力直接将爆炸转移到了自己的火枪中，但是他也承受了巨大的伤害。他再一次的扭头让对方赶紧走，别在这里拖累他了。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2个人就飞一般的狂奔。闵惠珍善然一笑：你们刚才早这样多好啊，还让我白白的受了一次攻击。2号守护者的眼睛紧紧的盯着闵惠珍，他的那双眼睛已经开始在分析闵惠珍的各种数据。片刻之后，2号守护者已经分析完毕，他已经判断出来闵惠珍真是一个危险的人物。闵惠珍见状大吃一惊，感觉他的实力似乎好像变得更强了。与此同时，2号守护者创造出来的机器傀儡正在向着闵惠珍的身体飞扑而去。刷刷几声，闵惠珍的手臂犹如机关枪一样的甩动着，如果一直这样高频率攻击的话，他很快就会招架不住。见到这种情况，他也毫不犹豫地开启了第2形态，一击落下，火焰龙卷风再次呈现了出来，将那些机器傀儡焚烧殆尽。接下来闵惠珍将会发动最强技能，他让现场的所有人赶紧离开，最好是走得越远越好。随后也不等其他人的反应，直接将手中的长枪扔向了天空。正在逃跑的其他人暗骂一声：这个风雨人最起码也要等我们离开之后再发动攻击啊！那个火焰长枪在天空旋转了一圈后，径直的朝着第2石柱的守护者落下来。砰的一声，在这个爆炸中心的1公里内产生了巨大的热浪，这把那几个人气得直爆粗口，如果再跑得慢一点，说不定自己要死了。闵惠珍此时也是强弩之末，不过似乎地守护者被他给解决了。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由于闵惠珍刚才的一击触发了守护者的第2道形态解锁，变成了一个难度2的等级，这让闵惠珍无比的震惊。没想到阴差阳错竟然还帮助了守护者升级了。但是一瞬间，第2柱子的守护者身法大开，一个瞬身就来到了闵惠珍的身后。闵惠珍现在虽然是强弩之末，但他也来不及多想，立即挥动着长枪防御。但是升级后的守护者不管是速度还是爆
爆发力都提升了一个档次，仅仅一招就直接将免费给击飞了出去。闵慧珍此时只感觉头痛欲裂，这种感觉就像是脑袋要爆炸一样。但她意识快要消失之前，她的眼睛看到了我的身影降落而下，嗖的一刀就直接斩断了守护者的原来身体的头颅。随后我又将那个头盖骨换成道具收入的系统之中，在闵慧中意识模糊的时候，我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进化后的第二柱子守护者来到了闵慧身体倒下的地方，但是他只看到了一团血迹，至于闵慧珍的身影早就消失了。于是守护者打算利用追踪技能寻找闵慧珍的身体，他不觉得闵慧珍在这个爆炸中死掉了。我看着上空魔王降落的通道，如果没在规定时间内摧毁3个柱子，人类可就要被消灭了。另一边摸头带着几个部下来到了战场上支援，此时的闵慧中也缓缓地清醒了过来，他还以为自己在刚才的爆炸中死掉了，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活着。他看到一旁有身影站着，以为是对方救了他，他刚想要道谢，但是却被对方的容貌吓了一跳，因为救他的人是3号柱子的守护者。更令他惊讶的是，这个守护者竟然开口说话了，他让闵慧珍闭上嘴巴，他觉得特别的吵。闵慧珍先是抱歉一声，自己会安静点的，随后他就惊讶起来，守护者为什么会说话？我是让他先不要多说废话，他会为闵慧珍疗伤，因为他现在也没有多少时间。突然闵慧珍一脸的懵，他后面还要继续攻打3号柱子的，现在这个情况以后还要不要打他吗？此时的2号守护者已经定位到闵慧珍的位置了，这猎物必须要毁灭掉。闵慧珍在他眼里就是跑不掉的猎物，所以必须要毁灭掉。嗖的一，我的攻击突然降临而至，将那个2号石柱的守护者给击飞了出去。我让他老实一点，现在的闵慧珍可不能被你打扰。与此同时的闵慧珍现在正在武士的指导下修炼实力，武士不断的在指导着闵慧珍，还嘲讽她的实力和攻击力简直是太弱了。这波嘲讽让闵慧珍有些忍不了，直接开启了第2形态。武士只是呵呵一笑，你以为你这种心态很厉害吗？事实也正如武士说的那样，闵慧珍的攻击完全就伤不到武士1分1毫。闵慧珍的这股实力虽然强大，但是她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运用。过了几招之后，闵慧珍没能拿下武士，甚至连靠近他的身体都做不到，于是就解除了第2形态。闵慧珍直接瘫坐在地上，询问武士究竟怎么才能提升实力，打败那个第2声守护者。对此，武士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会教你战斗？难道是你相信的是南哥男人吗？闵慧珍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她只是凭借着自己的心在做。闵慧珍在这场游戏中完全就是凭借着感觉做出的决定，因为她不喜欢思考，她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自己的第6感，以至于她这16年来都是靠着这样的方式生活。武士呵呵一笑，这个小丫头还真的是一个赶快的人啊。武士一开始以为她是被崔玉那个家伙给利用了，没想到她只不过是在走自己的武道而已。武士感觉这次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闵慧珍让他不要再笑了，赶紧拼尽全力来指导自己战斗。3天后的地铁通道内，这里躲着很多的人类在这里避战。一个女孩觉得躲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但是身旁的男人却劝她不要出去。就在此时，地铁的上天花板降落了一个身体，出现的人影正是2号柱子的守护者。他用眼睛扫描了这些人类，然后将他们锁定成的目标，大手一挥，直接一个冲击波朝着剩余的人类发射过去。就在此时，他的脑袋一震，他感觉到了有危险降临这里，扭过头看去，这威胁的感觉正是来自于闵慧珍。闵慧珍此时已经换成了另一个形态，她解锁了第3个隐藏技能幻觉人英雄级盔甲，而这解锁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精英级别的剑术大师专门为他指导修行才会解锁的形态。武士询问我，你觉得闵慧珍能够战胜2号守护者吗？我对他的这个问题没有回答，而此时的闵慧珍已经和2号机器人打在了一起了。闵慧珍手起刀落，一刀就斩出一道剑气。这一刻，2号守护者居然被闵慧珍的实力隐隐的压制，不断退后。随后他立刻稳住了身形，朝着闵慧珍冲了过来。2号守护者身体上的导弹连续发出了10几发，闵慧珍横枪一挡，触发了被动技能。当热武器接近的时候，他的速度以及爆发力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游戏开始的3天15个小时之后，第1根柱子被人类摧毁。游戏开始后的3天第17个小时后，第2根柱子又被人类摧毁。依旧是游戏开始后的第3天20个小时后，闵慧珍和第2守护者的战局也分出了胜负。闵慧珍一枪直接洞穿了第2守护者的心脏，拿下了这一轮比赛的2杀。其他人熙熙攘攘的讨论着，现在只剩下第3柱子了。现在大多数的市民都已经回到了城市之中，这一刻很多人都对自己充满着无尽的自信心，他们甚至感觉第1轮的比赛中没有我的存在也依旧能赢。有些人觉得因为我的存在导致了他们第1轮没有积分而丧失了很多人的性命，虽然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但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这时武士起身准备离开他的学生，闵慧珍已经了，那么他也会遵守对我的诺言。我看着上方的魔王传送通道口，那么接下来也该轮到我了。此时的闵慧珍和摸头准备去攻略第3柱子。之前在闵慧珍在武士那里修行过后，他留了一句话，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将会是敌人。不过摸头的心中隐隐有些担心，强大无比的3星级守护者似乎不是他们能对付得了的，所以他很想知道我的心中是怎么想的。就在这时，闵慧珍和摸头两人皆是大吃一惊，因为我的身体正在朝着天空上魔王通道入口处飞行。
随后城市中发出一道砰的一声巨响，我一脚竟然直接踹碎了魔王通道入口，我的脚长不断的用力，竟然直接将口子给踹碎了。与此同时，系统传达提示，魔王通道入口已被我摧毁，然后导致这次的目标发生改变，改成了消灭魔王。一时间，摸头和闵慧珍俩人不知所措。在那天空之上，有一只触角慢慢的伸了出来，渐渐的，在那个阵法之中降落下了很多的人鸟。系统提示，如果这次任务失败，那么游戏将结束。底下有不少人大骂着崔玉是个混蛋，就知道他是个不安好心的种。摸头此时已经急得心中直骂混蛋，他真的非常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只是摸头和闵慧珍意外，就连武士他都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疯狂。不过这正合他意，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很多的乐趣。武士的身影就像一道气流一样飞向了天空之上，他仅仅是眨眼之间就来到了魔王通道入口下方，伴随着武士蹭蹭的几刀落下，刚才出现的人鸟全部被他斩碎殆尽。人鸟心中无比的惊讶，自己才刚刚出来就被人家给斩了。摸头和闵慧珍看到了武士的实力后，心中凉了一截，这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对付得了的。只见我是缓缓开口说道，这是他留给自己学生的作业，希望闵慧珍能够完美的交卷，直到下一次他们之间的命运再次交织之时。而此时的我已经来到了一个黑暗空间，如果仔细看的话，我已经带上了1号守护者的道具。在我的前方有一个黑色的巨大身影，见到有人在打扰他吃饭，黑色身影不禁扭过头想看看，他是魔王权威坦克，难度更是6星级别。他询问我是谁，为什么会来到这个空间里。我思考了一番，回答道，我好像来错地方了。随后我转身就离开，看来还是要多试几次才行。我对着身后的魔王说道，不好意思，我没想打扰你的这种餐。魔王挠了挠头，有些尴尬，没想到面前的人类还这么有礼貌，但是有点礼貌不能当饭吃。魔王在我的身后突然一拳砸了过来，我诧异的转过头去，这个魔王怎么那么不讲武德，说攻击就攻击。片刻之后，武士的身影也来到了这里，但是面前的一幕却让他无比的惊讶，只因魔王刚才攻击的手早已经被炸裂的不成样子了。我呵呵一笑，是你先不讲武德，再先违反了规定，那么可就不能怪我了。就在我准备出手的时候，武士却一剑挡在了我的身前，让我把这里交给他就行了。随后他还扭头说道，我这样做是不是显得我非常的帅气？也不等我阻拦他，武士一个瞬身就快速的冲向了魔王。我本来想要拦住他的，因为他这样做会触发一个隐藏技能解锁。蹭蹭几声，武士已经和魔王交战在了一起，殊不知他此刻已经激活了武术家的命运，也就是说这个武士注定会死在魔王的手里。就在这时，我的恶魔之书发出了震动，似乎想让我急切的打开里面看信息。我打开一看之后突然笑了，看来这下子也只能使用这个办法帮他了。另一边的战场，摸头带着手下不断的和人鸟在厮杀，他现在有点有心无力了，这场战斗根本就不是他能解决的了的，因为在他的上方有着乌压压的一群人鸟在空中飞行，就算是自己这方是无限的子弹也根本就打不完，更何况这场战斗刚开始2分半就已经有人受伤了。现在的崔玉被人们誉为是城市中的罪人，因为他打开了魔王的封印。闵慧珍看到这么多人在骂我，心中叹了一口气。这时他的身旁出现了一个女人，小雨，等级是一位普通市民。小雨还以为闵慧珠听到有人骂她的男朋友会暴走的，结果闵慧珠出奇的淡定。随后小雨丢下1包薯片作为被闵慧珠救下的代价后就离开了。闵慧珠一脸懵，为什么这个吃了一半的薯片也要丢给我？画面再次回到武士这边，他已经被魔王打得身体残破不堪。以目前的局势来说，武士根本就不是魔王的对手，但是我是武士并没有放弃，而是将手中的剑更加握紧了几分。他打算使用必杀技与魔王同归于尽。在那一瞬间，武士的眼神陡然放大，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但是在那一瞬间，我率先来到魔王的面前将他给杀死，这让我是不可置信，魔王竟然这么轻松的就被我给杀掉了。系统传来公告，所有的怪物都消失了。此时的武士在我死后，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的身体也正在缓缓的消失。我呵呵一笑来到他的面前，现在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下他，我有一个招募技能，可以让与我交好的人成为我的契约领主。系统传来提示，是否要确定与剑术大师达成契约。对此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确定，然后武士就被封印在了我的恶魔书里面。这让我不禁感叹，我似乎距离人类越来越远了。这次的任务完成也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但很多人依旧是对我怀恨在心。此时在高楼之上的小雨看着我离去的身影陷入了沉思，他相信要不了多久自己就可以和我见面的。同样的摸头也看到了我离开的身影，虽然他不懂游戏，但是他明白一个道理，简单来说，那就是现在他们所经历的游戏就是守卫来保护一个柱子，抵御外界的恶魔入侵。但是我的存在相当于就是游戏的 bug， 因为能力过于逆天而被游戏所排斥。此时的我正处于空中悠闲地看着恶魔书，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已经被游戏的就给监控了，他们不允许有我这样的 bug 存在捣乱游戏的进展，所以准备对我采取了一些行动。在那只大手落下的一瞬间，我心中有一些感应，我感觉自己似乎被监控了，于是我瞬间就落到了地面，想要看看怎么回事。另一边，那只大手的主人收到了一个错误系统的通知，请让他返回上一个菜单。于是那人还是不死心，想要监控我所有的行动以及视角，但是他的行为还是被系统给阻止了，只能继
继续游戏。玩家结束游戏之后也得到了一些积分。这次人类终于摸清楚了骰子当时变化出的武器，每个点数的武器等级都是不同的。比如有的人点被子摇到了1点，只能获得一个小刀，而像闵惠珍这样的摇到了70多点的武器非常的不多见。这时的身处在一个高楼之上，打算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如果这个城市中出现了某种不安的设定，那么整个城市都会被毁灭。这时我身后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来人正是刚才坐在高楼上的小雨。见到突然有陌生的人出现在我的身旁，我立刻打开恶魔书查看他的信息。小雨贴近我的身体，让我不用紧张，我对你又没有什么恶意。不过他一开始以为我会人类针对之后会孤独的哭泣，没想到我却是一如既往的开心，这就让他猜测我可能本来的性格就是这样。这次小雨找到我不过是想见一见我而已，我开玩笑的说道，难不成是因为我的帅气吸引了你吗？是小雨对此呵呵一笑，不可否认，你确实挺帅的。随后他拿起绳索就准备走了，这让我有些意外，难不成他要从这么高的地方飞下去吗？还不等我多说什么，小雨的身体用力的往后一撤就离开了这里，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能够一起喝喝茶。等我走到他的面前时，早就看不到他的人影了，这让我有些无语，怎么现在的女人都这么让人摸不着头脑呢？现在的人类妻子在这座城市中花费了大多的积分，所以导致了城市中的一些建筑在不断的升级，所以同时让我有些好奇了，我之前花费的那么多点数的经验又跑去了哪里了？系统发来通告，一个新的转折点正式开始。听到这个提示后，我的眼神也变得严肃了起来，看来下一关的游戏正式开始了。这次的任务是城市被精神给占领了，所以要在规定时间内让精神满足，否则城市消失。精神的贪婪是等级2，我们总共有4张地图，持续的时间为2周。看到这里摸头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个单位随着任务会越来越长。公告继续提示，在召唤的地图上找到宝藏并把它带到城市，宝藏的价值直接关系到精神的满足，宝藏只能在城市内进行评估。而这次的奖励也出乎意料的好，只要有人完成任务，所有人都可以同步奖励，但是精神自己却修改了奖励，人无法享受共同的收益，只能自己个人的能力给精神满足感才能得到奖励。这样有些人感到崩溃，因为他们的能力不是很高，根本就无法去得到一些收获。闵惠珍的身体突然一个下蹲，她现在想要看一看这个地图的格局，因为这是她的任务，同样也是她的使命。此时的我正邪笑地看着下方的人群，我的心中早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完成第1级的城市建设计划这个任务。在那之前我会拿走克拉希娜的书，可就在这时，我的恶魔书中出现了一把利剑，根本就不等我反应及时，那把利剑直接洞穿了我的胸膛。我大吃一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书中会出现一把剑？但是下一刻那把剑又消失不见，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可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幻觉，而是给我的一个警告。由于我没有吞掉别人的积分，让恶魔之书非常的不满，所以过一些小惩罚，系统直到用户牺牲主权，用户将遭受巨大的痛苦，用户的 HP 将持续下降。我的身影突然如遭雷击，让我无法喘过气来。我也终于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了，也就是说，如果我再不使用这个恶魔之书的能力，我就会死，而我死之后，这本书还会找到一个新的主人。此时的一处森林里面有一个4人小队准备攻略寻宝，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山洞，几个人猜测里面肯定有宝贝。这个山洞中出现了一个眼睛和一个巨大身影，众人也没有惊讶，这个非常符合游戏中的看门怪特性。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啊，来的人竟然是我背着一大包的宝贝。我见到他们之后，立刻身法大开来到他们的身后，在他们耳边轻声说到这一切的通关之法。几个人捂着耳朵抱头痛哭，希望我不要告诉他们的通关方法，不然他们的奖励积分都会被我给抢走。但是我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机会呢？在这个山洞之中有一个地牢，地牢里面藏着一个宝贝，你们快点去取吧。几个人回去之后一拳头捶在了桌子上，他们在食堂里将我的恶劣行为缓缓地说出来，没想到在第1天就被送了一个牺牲的主权。有人开口附和，凡是见到崔宇这个家伙的人，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捂住耳朵飞快地逃离，不然的话你们就会被种下牺牲的主权。一时间我的名字让很多人都人心惶惶，生怕在做任务的时候遇到了我，而我帅气的脸也被他们看成了是一个恶魔的样子。我看到系统登记的主权牺牲数2452人，恶魔之王克拉希娜有些满意，魔王的惩罚对我减轻了一点。我瞥了一眼一旁的恶魔书，现在我的身体稍微有些好转了，刚才快要疼死我了，不过随即我就感受到了头疼，后面还不知道要抢多少人的积分呢。但之前那些都是我装出来的表现，只是为了糊弄恶魔书而已。魔王书似乎认为他的惩罚已经控制了我，但是那些却远远不够控制我。在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会让恶魔书充分的了解到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就在这时，一只雷电鹰头狮朝我飞了过来，它是一个等级3的怪物，但是我却一点都不惊慌。这个小狮子看来是需要好好的改造一下呀。另一边，有些玩家在荒地里面捡到一个宝箱，由于宝箱是需要认主之后才会获得奖励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无主之物，然而他们不知是，这很明显就是一些人专门给他们设下的信息。在这场战斗中，人与人之间的厮杀才是最简单快捷的。很快，他们一行人的死亡引来了部队里的侦探，这已经是这几天发生的第3起失踪案了。也有人猜测这
这可能是系统放任的行为，就是不阻止人与人之间的厮杀抢夺，但这却招来了大侦探的反驳。如果照你这样的推理的话，那么这个城市里所有人都是敌人。就在这时，几个人表情一震，因为在他们的前方，我的身影骑着鹰头狮飞了过来。我刚想开口说话，就有一只大手捂在了我的嘴巴上，仅仅是一瞬间，我就被他冲到了外面。而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让我开口说话，告诉他们一些秘密。只听轰隆一声，他一拳就把我击倒在地面上。白西装男人轻叹一声，赶紧拉出雷电警报，让所有人立刻撤离。白西装男人戏谑一笑，当看到崔玉的一瞬间，那个男人就冲了上去。这种习惯果然值得别人尊敬。此时我双手抱头，完全就没有进攻的想法，这就让那个男人有些好奇了，我究竟在玩什么花样？很快，我被抓到的消息引得全城的人全部轰动，他们要趁我被抓住的期间赶紧去外面夺取好处，必须拿出最好的东西送给精神，得到一些更多的积分。很快，城市里有很多人到外面疯狂的狩猎，一时间让地图里的哥布林就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狼狈样子。扑哧一声，又有一只哥布林被一枪给爆头了。击杀他的人是一个特种兵战士，名叫黑杰克，是一个5等级的玩家。他用远程耳麦联系了摸头，外围的一些怪物已经被清剿完毕。摸头说了一声辛苦了，他这边也快要行动完毕了。现在摸头的等级是20级。此时黑杰克和摸头会合之后，在他们的前方有一个哥布林正在施法，他的口中说道：我们的上帝很快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一旦我们的神来了，没人能避免死亡。但是对于哥布林的胡言乱语，摸头和黑杰克根本就懒得听。黑杰克抬手一竖中指，他手中的戒指爆发出紫色的能量，轰的一声，在我们的面前，在一个大范围的爆炸声。摸头笑骂一声：你真是不讲武德呀，黑杰克，你竟然在哥布林召唤的时候偷袭他。不过随后又说他很喜欢这样的操作，毕竟他们也不是什么动漫人物，没必要讲究那么多。另一边侦探小组他们也找到了那些被绑架之人，现在的他们身体非常的虚弱，需要立即治疗才行。在这座城市的军队指挥部内，他们在讨论怎么处理被抓的我。摸头表示崔玉可怕的不是可辛的梳理的数据，而是他的大脑接收了所有的数据，并知道该怎么处理。预测这样的人的行动是相当困难的，但摸头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此时被我降服的雷电鹰头狮正趴伏在大楼门口睡觉呢，而我正在部队里遭受到一些盘问。眼前这个把我制服的大汉开始给我罗列出一系列的罪名，比如诈骗、抢劫，甚至谋杀。我一举手中的勺子，笑着全部承认了那些都是我干的。黑衣男让我别装了，他在这个领域工作已经20年了，他只需要看看这个罪犯的眼睛就知道对方说的是不是谎话的，所以他对我做出了一个判断，那就是我不是坏人，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全部都是意外。西装男呵呵一笑，他想这意味着这是好撒玛利亚人法的完美情况，虽然这并不适用于 H 我。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法是允许那些善意伤害他人的人免于惩罚的法律。黑衣男一拍胸脯保证道，既然我现在已经投降了，那么他就会对人类解开对我的误会，保证我后面不会被辱骂。这时我缓缓地放下了筷子，这次我来找你们不是来找你们帮忙的。就在黑衣男疑惑想要询问我究竟是什么目的的时候，他的身后突然有一个人开门打断了他的问话。这次外面又出现了袭击，这是一起袭击案，但罪犯有一件英雄级的装备，所以他们很难逮捕罪犯。很快他们2个人就坐上了车去抓捕罪犯。西装男说到这里可能适合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力量，但是黑衣男我却懒得听那些大道理，而是默默地戴起了手套。身为叔叔的他，只要这个城市里发生犯罪的事情，他就有义务去逮捕。随后他很快就找到了犯罪者，并且以罪犯的名义逮捕了他。咔嚓一声，他直接捏碎了对方手中的剑。我劝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听话，不然的话可就不要怪我了。最后在那温柔的目光中，对方老老实实的被抓走了。见到此景的西装男呵呵一笑，他觉得黑衣男做的事情完全就是白费力气，因为这个城市里每分每秒都会发生罪恶，如果他一直去抓捕罪犯的话，根本就是忙不过来。所以说这个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制度，而西装男表示我的出现说不定正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另一边我还被他们关在房间里面，但是我一点都不慌，因为这是一场耐心的战斗，谁要是先着急了，那么可能就赢不了了。我的系统面板上传的提示，魔王现在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中牺牲的主权。呲啦一下，屋外的大鸟疯狂地扑哧着自己的翅膀准备飞走。见到这一幕的人刚才有些后悔，自己应该拿个手机拍下来的，而我此时正坐在大鸟的背上看着系统面板。现在城市的平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第一阶段算是成功了。我看着显示的地图，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吧。执行任务第4天，平民被分为2类，外地人就是到城外去寻宝的人，内部人员他们负责城市内部发生的事情，而这2类人玩家都可以自主的选择，这也让很多玩家有了用武之地。所以这个任务进度似乎好像一切都很顺利。摸头他们仅用2天
时间就建成了一个如此规模的前哨基地。因为这里的人类已经有了非常牛的能力，一刀就能切开大树，一个念头就能让物体移动，所以那些有这种力量的人合作，他们很容易完成任务。但是摸头依旧记得老大之前对他说过的话，现在城内的作风不太好，很多人基于宝藏的犯罪越来越多，包括诈骗、扒窃和抢劫更是越来越明显了。正如之前西装来所说的那样，叔叔正在尽最大努力去控制了，但还是很难做到，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员和设备。不过摸头他始终会贯彻自己的正义的，不管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城市中已经有作恶之人开始直接明着动手了，而他们的行动也会让这个城市中遭受一股不小的伤害。等调查组过来探查的时候，只留下了很多人的尸体，就让他们两个人非常的头疼，终究还是低估了城市中的一些人心险恶。此时的我拖着一大包的奖励来到了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前方有一个雷电夹杂着龙卷风不停的在旋转着。大鸟看到这道龙卷风之后直接捏了，他还不想年纪轻轻就这么找死。我带着包裹一跃而下，我让大鸟先回去吧，等我忙完之后我会去找他的。砰的一声，我直接将我所收获的宝贝丢了进来。此时只见地上满地都是金银珠宝和宝贝，我已经将整个地图上的所有贵重的宝贝全部搜刮一空，就算是城市里所有人的宝物加起来都不一定有我多。而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喂养这只金猪，它被誉为还年轻的精神，需要的是爱和关怀。回到驻地后，我把武士召唤了帮我个事情。武士有些鄙夷的看着我，他已经结束了，他刚才在我的压迫点扎了一下，现在我应该不那么痛了。不过他意味深长的告诉我，这招只能缓解我的疼痛，并不能解决我的痛苦。我走一步看一步吧，毕竟这个恶魔书的副作用没有那么快解决。不过接下来是时候抢劫丛林地区的空房子了。另一边，坐在车上的摸头让手下赶紧立刻停车掉头，因为他感知到了在他们的上方有攻击袭来。砰的一声，手下速度反应极快，手中猛打方向盘就来了一个极限漂移，这样上方的两人挨骂一声，看来这次偷袭失败了。摸头有些无语到家了，没想到军方的人他们也敢偷袭，他们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他们是想报复城市的话，可能会引起人的恐慌，但是从眼下看来，先躲进他们的攻击再说，等到援方来支援。摸头的车辆很快就行驶到了另一个方向，上方的一个人看到这一幕呵呵一笑，这个城市很快就会像他所预想的那样发展了。此刻我这边也开始行动了，我也开始不断的在战斗，面对这些怪物丝毫不惧，我直接收起刀落，一刀斩碎了他们。现在有了武士给我的点穴法，也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轻松了。这时武士走了过来，他让我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然的话身体会受不了的。我们来到一个气场与恶魔王国的气场相似，所有的恶魔在恶魔王国都会变得更强大。此刻我攥紧了拳头，恶魔之书的反噬还是有点强大的，因此我想赶快带着宝藏离开这个地方。不知道我今天得到这个道具精神会不会被满足，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争取我最大的获奖收益。现在城市里的混乱以及一些其他动向都是我获得积分的途径。就在此时，摸头拿出了一个风扇型的道具，这是之前上次给他防身用的，这个道具很珍贵，希望他用不上。但是没想到在这次的突袭中，他竟然用起了这个道具。就在这时，一双大脚踩在了他们的机顶盖上，戴着紫色面具的人朝他笑了一声：“摸头军官，你们这是准备去？”摸头再次有些无语，看对方的气势似乎有点来者不善。随后摸头开始说到他想和对方的首领谈一谈，但对方却说自己就是首领，不管摸头想说什么他都不想听。嗖的一下，在他的身上爆发出了非常强大的气势，而他散发出来的紫气甚至能够将钢铁给腐蚀化。摸头手下吓了一跳，他可不想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摸头眼神一寒，这应该就是毒气的力量能够腐蚀万物，果对方没有顾及的话，他可能会让整个城市里的人全部都中毒而死。就在这时，摸头手上的防御器产生了裂痕，面具男人突然停手了。如果摸头投降的话，他可以放过他们，但是摸头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随后面具男也不再多说，直接释放自己的毒气，既然你不能成为我的手下的话，那就只能去死了。突然间，面具男感受到有一股危机正在缓缓的降临，不等他反应过来，一个强大的龙卷风力量将他旋飞在了天上，而出手的人正是之前捂住我嘴巴的那个男人，他的实力不容小觑。面具男稳住身形后，就立刻朝着拳头大树攻击而去。十字刀疤男呵呵一笑：“你这么大的人了，还在玩弹弓吗？”嗡的一声，十字刀疤男一个闪身就躲避了攻击，但是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面具来已经消失不见了，而我这边的一举一动都被人拿着望远镜监视着。监视我的人正是小雨，他已经跟踪我很多天了。小雨也非常好奇我究竟是想要做什么。如果我不在城里的，小雨也不会出现在城里，因为这个城市快要被毁灭了。我看着手中的魔法书，嘴中喃喃道：“一场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其实城市里爆发的那些事情都是我一手主导的，但我没想到那些人那么的疯狂。不过这些正合我意，我需要的是让这个城市更加的疯狂一点。不过我的想法和举动让一旁的武士根本就理解不了，
随后我和武士来到一个太和金刚门的门口，这道门缓缓地亮起一道白光，正在打开石门。在这个门内坐着一个牛龙怪，他欢迎我来到这里。一来到这里，我就询问他认不认识一个魔王叫做拉普拉斯。我的语气让这个牛龙怪非常的不喜欢，他似乎没有义务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却对此呵呵一笑。你很快就会回答我的问题。我一个跳跃就来到了牛龙怪的面门，突然间一道魔法阵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一时间让我有些猝不及防。牛龙怪低沉的语气传出：你是不是应该先改改自己说话的态度？轰的一声碎石纷飞，这场爆炸中整个山洞都有一些瑟瑟发抖。我的身体在刚才的对决中快速的后撤，我的心中有些暗暗一吃惊，竟然仅仅靠着一个魔法阵就能抵消掉攻击。一个法师类型的魔王塔克洛亚，他与战士类型的克坦巴巴完全不同，这与摸头的以身体为导向的派对截然相反。如果是摸头对战这个牛龙怪的话，可能直接就被秒杀。下一刻，牛龙怪的大手一招，在他的面前出现了好几个魔法阵，武士迅速的抽刀上前，准备一起加入战斗。噌的一刀落下，刚才那个火系魔法阵被他一劈为二。我迅速的从魔法书中抽出一个神级战斧，这可是传说中的斧头，被他劈到的话可不是开玩笑的。牛龙怪见到我拿出了传说中的斧头，他打了几个响指，在他的面前布置了很多魔法阵，斧头按强度值的比例，所有物理攻击力都转化为魔法攻击力。轰的一声，在我们那两边发生一个巨大的爆炸声，而牛龙怪已经被我给击杀了。这次攻略了这个副本之后，我会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第一阶难度平民也可以通关的水准。被重置后的牛龙怪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伤口，从来没有一个凡人能够伤害他的身子，我对他来说还是头一个。我寻媚一笑，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拉普拉斯恶魔的消息了吧？对此，牛龙怪虽然知道一些，但是不多，他只知道的是这本恶魔书的拥有者，如果知道的太多，只会死得很快。随后他的身体突然有4道阵法降临在了他的身上，阻止他说出恶魔拉普拉斯的消息。牛龙怪呵呵一笑，看来有人不想让他说出拉普拉斯的消息啊，不过他也挺可惜的。牛龙怪无法看到召唤者最后的结局，突然我特别的着急，我让牛龙怪把拉普拉斯的消息赶紧说完。武士突然把我的身体给拦住了，他们必须现在立即离开这里。牛龙怪在走之前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一定不要太过于依赖那本恶魔书。嗖的一声，牛龙怪的身体化作一道绿光，被一种力量给带走了。我示意拍我的肩膀，他现在很担心我的状态。根据牛龙怪所说的话，我推断出来这本恶魔书如果我长期使用的话，我只会越来越堕落。这时武士想到了他的女学生，他不知道闵惠珍能不能撑过3天的游戏攻略战。3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个紫色面具的男人在城市中搞出了非常大的动静。此刻的闵惠珍和十字刀疤男使用了道具防御罩，不断的挡住这个毒气，但这些对面具男来说都是徒劳无功的。只见他一捏就准备也要将防护罩给捏爆，嚓嚓一声，闵惠珍使用的防护罩应声破碎，毒气在这一瞬间就侵蚀他们的身体。仅仅是瞬息之间，十字刀疤男的眼口就出血了。就在面具男还想攻击的时候，一道凶猛的剑气罡风击飞了面具男，这让他暗骂一声：究竟是谁不要命在后面偷袭他？当看到来人的身影时，闵惠珍不由得一笑，咔嚓一声，刀剑入鞘。你的实力真是让为师失望啊！原来来人是闵惠珍的师傅精英武士，他口中霸气说道：你还需要多加的修行，你现在连一个3流的人都打不过，以后还怎么来击败我？闵惠珍有些意外，师傅他老人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就连面具男也很奇怪，上一轮出现的守护者怎么会来到这里呢？这次武士来这里是办件事，正好救下了闵惠珍。就在这个时候，系统发来了紧急通告，现在呀，这个游戏出现了一只另一名的精神，这只精神已经进化到青春体了，一旦进入青春体就会被人所知。从现在开始，玩家又多了一位精神的选择，他们可以自主的选择将宝贝送给哪个精神，从而获得奖励。值得注意的是，获得黄金之神的公民将会获得难以想象的奖励，而反之，失落的精神公民将会不会获得任何奖励。看到这个消息之后，面具男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他之前将所有的宝贝全部都贡献了给之前的精神，谁知道现在他又冒出来了一个精神，黄金之神参与者是3万多人，获得18万美元。这熟悉的套路让很多的猜测肯定又是崔玉搞的鬼，这让面具男大骂崔玉这个混蛋，只要他不出现就肯定是在搞什么阴谋。而此时的我正坐在大鸟上飞行在高空之上，这次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一开始先创造出一个反派搅乱城市，然后再创造出一个精神，让这个城市里的人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反派。看到上空的我，面具男气得瑟瑟发抖，他现在恨不得把我直接给吞了。嗖的一声，面具男大手一招，手中出现很多紫气，一瞬间就有一个毒蛇虚影拦住了我的脚步。吭哧一口，毒蛇一口咬下，直接将我和大鸟吞入腹中。让人没想到的是，面具男竟然也在这个毒蛇的腹中，他非常的气愤，我把他当做一个工具人。嗖的一声，他的攻击打在了我的大鸟上，可结果却是让他万万想到他的攻击竟然伤不了
了我的大鸟分毫。一时之间，面具男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下一刻，更加离奇的景象出现了，只见大鸟一张直接将他的毒气蛇给吞入腹中。我暗骂面具男是个憨憨，竟然不知道我的大鸟是专门治毒气的。要知道，这个雷电狮鹫主要的食物就是毒气。嗖的一声，我已经来到了面具男的身后，这让他惊恐无比。单从这2招来看，我似乎能够轻松的就碾压他。抬手捏了的花指，你有没有尝过暴力的感觉？轰的一声，我的手指直接弹在了面具男的脑袋上，这一瞬间爆发出无尽的力量，直接将他的身体给消灭。看到这一幕的闵惠珍和十字刀疤男都惊讶的无以复加，他们打不过的面具男竟然在我手中撑不过2招。如果我们2个人加上这头大鸟联合起来的话，说不定整个城市加起来的人都打不过我。我扭头对着身后众人大喊，从今天开始，沙漠之鹰的精神被我包揽了。如果你把财宝献给沙漠之神，我将把你作为未来所有任务的主权祭品。现在开始尽你们最大的努力争取剩下的任务吧。我的话音刚落，我的大师就嗷的一嗓子给众人施压，然后我张扬的大笑着离开了这里。看到我的浮夸的演技，摸头几个人都感觉太假了。很快，部队就把民众全部聚集起来商讨这次的寻宝任务，他们把所有的罪名都放到了我的头上。如果想要赢过崔玉的话，那就只能齐心协力寻找宝物。闵惠珍一马当先的燃烧出了自己的长枪，为了打败崔玉和为了能够离开游戏，请大家一起团结一致吧。所有人都被闵惠珍的话燃烧起了自己的斗志，所有的玩家都开始团结起来，一起猎杀怪物。时间过得很快，他们宝物聚起来的也很快，但始终不及我的1/10。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现在的话，他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这是一处森林之内的，有一个女子身影来到了这里。当她看到墙上的内容时，不由得戏谑一笑。墙上刻画着的是一个金猪，下面是供奉着金猪的人，而接下来就是供奉的人对金猪发起了反攻。最后，这只金猪的结局就是被供奉的人给杀死。小雨很快就回去将这个消息带给了总部。经过总部的最高领导者的分析，他们决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决定一起带人去消灭我所在供奉的金猪，然后让他们的金猪活下去。而这次的讨伐就需要一个人加入，那就是之前的面具男。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面具男呵呵一笑，看来还是有用得到他的地方的。面具男的真实名字叫江胜元，是一个20来岁中二病的患者。可以江胜元答应下来之后，就被闵惠珠带到了总部。总部老大一阵的头大，只要江胜元答应他不再闹事，他就给他一个自由的机会。江胜元微微一笑，这怎么可能嘛？这个城市需要他，他也需要这个城市的强者帮自己获得积分。于是商量了好了之后，他们一些人就浩浩荡荡的去讨伐我所供奉的金猪了。除了前方带队的几个最强者之外，后方也有狙击手黑杰克的相助。这时武士站起身来，看来是时候该和徒弟决一死战了。我呵呵一笑，你真的舍得下死手吗？当他们快要接近我的范围之内时，我的狮鹫率先冲了上去。这个狮鹫的攻击并不是阻挡闵惠珍这些人，而是将那些不入流的弱者挡在外面。江胜元释放出毒气，裹住了闵惠珍和十字刀疤男的身体。他大手一招，现在就开始疯狂的战斗吧！记得大家一定要默契的配合。嗖的一声，他大手一甩，直接将2人的身体甩到了上空。同一时间，2人同时出手将狮鹫给击伤。在狮鹫被他们俩缠住的同时，下方的摸头也开始让大家行动起来。一时间乱箭齐发，狙击组就由黑杰克所指导。部队的首领看着远方的战斗，他本来想和崔玉来谈判的，结果没想到对方先动手了。此时的狮鹫根本就不是闵惠珍和十字刀疤男的对手，而且除了他们还有其他人支援他们2个人，这就更让狮鹫难打了。不知何时，闵惠珍一跃跳到了狮鹫的后方，一枪戳入狮鹫的身体里，爆发出了剧烈的火焰。而我则是和武士2个人静静的看着他们。看样子小狮鹫是被他们击败了，可怜的狮鹫现在竟然被闵惠珍烧成了。不过他留守了，并没有杀死他。我一个顺身就拖起了小狮鹫，感谢他们没有杀死他，同时也恭喜他们进入了和我们战斗的资格。这时十字刀疤男大吼一声，他让我不要闹了，他们这次来是来救我的，他们已经找到了攻破这关的方法。听了十字刀疤男的话之后，我呵呵一笑，没做回答，嗖的一声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带着大鸟回去了。这让十字刀疤男暗骂一声，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